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呀。本期介绍一部堪称武侠教科书级的电影《黄河大侠》。故事发生在唐朝末年，诸侯割据，天下大乱。在陕西黄河两段的段、刘、李三王争霸，都想一统天下，彼此间战乱不断，百姓民不聊生。这天，最心狠手辣的柳王率兵攻打段王府，两方人马齐刷刷冲向对方，刹那间黑云压城，城欲摧，双方打得不可开交。两军混战，段王与柳王作为两军主帅，很快便厮杀到一起。两匹骏马兵家齐驱，段王使用长枪，柳王耍大刀，两人从马背上厮杀到地上，打得不相上下。很快，柳王便占了上风，一把大刀打得段王节节败退，段王只能骑上马落荒而逃。柳王在后面紧追不舍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段王的城池便被占领，他只能弃城而逃，来到李王城下，欲投奔于李王。李王站在城墙上，并没有及时出手，只是静静看着，手下告诉他，再不出手，段王就没命了。李王丝毫不着急。蠢材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的故事没听说过吗？很快，段王就被柳王一路追杀至黄河边上。危急时刻，黄河大侠马邑从天而降，一声且慢，让众人惊诧不已。只见他用剑鞘将柳王击翻在地，待其起身反击时，马邑一个峰回路转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剑来，一刀两断，将头盔切成两半。这马邑马大侠苦练10年，把剑舞的是出神入化。柳王自知不敌，只能狼狈逃走。一旁坐山观虎斗的李王很欣赏马邑的武功，欲将其纳入麾下。马邑拒之。就在段王正要感谢马邑的救命之恩时，马邑已经翻身上马，潇洒而去。这正是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但因为这次救场，马家寨惨遭柳王血洗。当马邑回到家时，寨子里的村民纷纷倒在地上，看着心爱的女儿死在自己眼前，马邑悲痛欲绝。至此，他天天藏身酒馆里，醉生梦死，借酒消愁。他恨自己空有一身绝世剑法，却甭说保护天下苍生，连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。一代大侠从此销声灭迹。街市上有一个叫车天的小伙，他靠卖艺为生。表演的时候观众巨多，可给钱的少之又少。马邑是第一个给他钱的人。车天一眼就觉得马邑这个人不简单，上去竞拍马屁。没有家人的马邑心如死灰，一头栽进水里。车天为人仗义，将他拉了出来。被冷水泼醒的马邑因酒气未消，踉踉跄跄耍起了剑，看似毫无章法，实际上却是柔中带刚，势如龙蛇的醉剑。车天见马邑武艺高强，邀请马邑加入卖艺行业，并开导马邑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但前提是人要先活下来。就这样，车天利用马邑醉剑设场卖艺，所到之处备受观众喝彩。与此同时，李王因觊觎马邑的盖世武功，便派人前来寻访，想以高官厚禄要将其收入麾下。奈何马邑淡泊名利，根本不为所动。阴险狠毒的李王趁车天买酒之际，派杀手往他的酒里下了药。在回去途中，车天不小心摔倒，酒也洒了出来。车天灵机一动，往酒里面加了不少的水。喝完酒的马邑并没有被毒死，上来就耍了一把好剑。杀手见马邑没有倒下，很是困惑，但为了完成任务，他们直接冲到人群中和马邑厮打起来。马邑见对方招下死手，也不惯着对方，拼命反击。但这时偏偏药效上来，马邑的动作慢了起来，被两人放倒好几下。幸亏马邑武功高强，才勉强将对方击败。不过马邑也没有落得好，毒药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，却也毒瞎了他的双眼。这个男人上一秒还是武功盖世的大侠，下一秒就被毒成了瞎子。马邑怀疑是自己的好兄弟车天下的毒，追着他不停地挥动手里的剑。车天吓得慌忙逃跑，直接被逼到黄河边上。马邑完全不听车天解释，正准备冲上去时，失足落入黄河，眼见就要被洪水冲走。车天不计前嫌，拼死相救。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。这时段王派手下终于找到了马邑，迎马邑入府。车天也一同前往。段王看到马邑眼睛看不见，当即扬言要为他报仇。不明真相的马邑以为自己是被车天所害，上去就是一顿乱砍，直到车天被吓晕，马邑这才相信车天是无辜的。段王除了报答救命恩情之外，他还想让马邑当他的贴身保镖。无处可去的马邑没有拒绝。这天，段王来到少林进香，寺里突然闯进来一群面具人，个个杀气腾腾。好在有马邑在一旁出手，才将一群杀手送走，顺便留下了一个活口。段王审问杀手是谁派来的，杀手交代是柳王。段王在马邑跟前到处柳王杀人如麻，先是抢占了他的领地，后又杀害了马邑的女儿，自己要与他决一死战。
当然，段王表面上忠厚善良，实则却是一个假仁假义的卑鄙小人。他深知马邑和柳王有不共戴天之仇，于是顺水推舟，派马邑去递交两国交战书。于是马邑带着车天来到柳王的地盘，车天见到城墙上全是悬挂的人头与尸体，顿感毛骨悚然。此时的柳王正在城里玩杀人游戏，得知段王派人前来下战书，直接邀请二人进来。车天战战兢兢，一路上不停地表达着他们的来意。两国交战，不杀来使，柳王不愧是杀人如麻的魔头，地上随处可见的人头和尸体都是他的杰作。面对送战书的二人，柳王毫不讲武德，举起刀，二话不说砍向对方。幸亏马邑听觉了得，及时躲了过去，二人厮打起来。马邑因为看不到，吃了很多亏，好在有车天在一旁指挥，这才让他躲过一劫。车天利用火炮把城里搅得乱七八糟，二人顺利从城里逃脱。柳王也迅速整顿好兵马，一路追杀上来。马邑不小心从马背上跌落，摔在了村民藏身的地方。村民一看是官兵，不管不顾，直接上去与其厮杀。柳王冲下来继续追杀马邑，却被马邑和村民合伙捅死了。柳王一死，段王趁虚而入，一举拿下柳王的全部城池，三王也只剩下了两王。立下战功的马邑应该论功行赏，段王想给他封大官，却被马邑拒绝了。他知道一场战争下来，不论谁胜谁败，最惨的都是老百姓。他想开一个剑道馆，教更多人武功。他要将自己的剑术交给热血男儿，因为他明白靠自己一个人救不了苍生，但无数个人一定可以。俗话说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自从柳王被斩杀后，段王的野心渐渐膨胀，他开始对李王痛下杀手，结果未遂，转而欲杀其女真真。谁来救救这个女孩？两个穷凶极恶之徒正追杀她。危急关头，路过的马邑冲了出来，帮忙的他很快就搜罗全场，顺便将无处可去的真真带回剑道馆暂住。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情愫暗生，一位是孤胆英雄，一位是倾国美人，或许能成段佳话。但皎洁的段王怎么可能放过他们？他准备来个一箭双雕。他将马邑和真真带到府内，然后对马邑谎称李王为了寻找女儿的下落，已经开始集结大军，准备进攻他的城池。他想让马邑作为使节护送真真回家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免除战乱。马邑当场答应，殊不知放在轿子里的是一具假尸体。当李王掀开轿帘，看到的却是一具浑身鲜血的尸体，误以为女儿已经惨死，瞬间暴跳如雷，甩开双节枪向马邑杀来，并大喊着后悔当年只是弄瞎马邑的双眼，没下死手，才让女儿白白送死。马邑得知真相后怒火中烧，一气之下杀了李王。可这一幕刚好被赶来的真真看到，现在马邑成了心爱女人的杀父仇人，段王也有借口杀了他了，当即派人将马邑和车天拿下。车天这才明白他们中了段王的诡计，但为时已晚，两人很快被送上了断头台。如今段王不费一兵一卒，借用马邑之手灭掉了两个强敌，一统天下指日可待。这时真真想亲自替父亲报仇，拿起马邑的剑缓缓走向断头台，但谁都没有想到真真是个痴情女子，她猜到其中必有蹊跷，剑指马邑胸口，突然割开了马邑身上的绳子，并把宝剑递给了他。段王早就防着这一手，命令弓箭手准备射击。真真挡在马邑跟前，愿意用父亲打下的江山送给段王爷，只要能放马邑一条生路。可心狠手辣的段王不为所动，直接下令放箭，一箭射中了真真。马邑一边冲出重围，一边带领真真离开。车天则在前方挡住追兵，奈何车天难敌众人，不幸中了一箭。幸好马邑的徒弟们及时出现，为两人拖住了追兵。马邑带着车天来到少林，车天却因失血过多撒手人寰，马邑痛哭失声。少林寺的方丈慈悲为怀，把马邑藏了起来。等追兵赶来时，方丈表示二人已经离世。将军看到被掩埋的车天和另一具尸体的脚，以为二人真的去世，没有验明正身，就回去复命了。如今的马邑，无论是亲人、爱人还是兄弟，马邑都一无所有。他或许十分后悔救下段王爷，后悔相信段王爷是一个想要拯救百姓苍生的人。为了天下黎民，被方丈治好眼睛的马邑决定要展开一场反杀。不久之后，统一天下的段王爷来到寺庙进香还愿，伴随着电闪交加，马邑从佛像背后杀了出来，指出他的不义之举。段王爷虽然有些意外，但他并不害怕，还想斩草除根。段王在剑术上的修为丝毫不弱，他早就在暗中学会了马邑剑法的精髓，两人打得难舍难分。马邑见状，挥剑砍灭大殿内的所有蜡烛，现场一片黑暗，马邑的优势开始发挥出来。段王在黑暗中被马邑吊打，他
他找准机会夺门而出，马懿在后面一路追赶。两人来到黄河边，段王用铁链紧紧拴住马懿，要将其拖进黄河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马懿反手砍断锁链，一剑刺死了段王，终于替车天和真真报了仇。段王的尸体随黄水而去。马懿心愿已了，想要皈依佛门，但方丈认为天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去做，佛门不是他的归属地。马懿得到方丈的点拨，踏上了属于自己的旅途。三个王爷死了之后，天下依旧不太平，因为还有更多的王爷在穷兵黩武，只要多杀一个，这人世间就多了份希望。影片上映于1988年，用的是电影《少林寺》除李连杰以外的一套人马，很多场景看起来简陋，在当年却是震撼众人的实景拍摄，血腥和残暴也是如今无法复制的尺度。本期的故事就到这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